肖戰 C 位貝斯，李沁紫襪封神。2026年的紫是頂流的贖罪券。如果要給2026年娛樂圈開年的72小時定一個關鍵詞，那絕對不是治癒回暖，而是紫色。這不是 Pantone 意義上的流行色，也不是造型師之間的審美共識，而是一種高度同步的心理反應。它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，被穿在最容易被誤讀的身體上，用來回答同一個問題：當我不在權力中心時，我要如何體面地轉身？肖戰 C 位貝斯的那一刻，紫色不是戰袍，是止血布。2026年2月5日晚，微博之夜。真正讓現場氣氛發生變化的，並不是燈光，也不是紅毯順序，而是那張被誤撕的座位名牌。鏡頭掃到肖戰時，他穿着一身深紫色 YSL 西裝，顏色極穩，卻站着。他沒有立刻補位，沒有和工作人員糾纏，也沒有露出任何不耐煩的情緒，只是側身微笑，把中間的位置讓給了辛芷蕾。粉絲用芝蘭玉樹體面教養來形容這一幕，但在不少行業分析師眼中，這是一場高度理性的風險規避。行業觀察者的冷靜判斷，那不是退讓，是止損。爭 C 位在當下的輿論環境裡，性價比極低。肖戰選擇讓位，是在用紫色告訴市場，我不在中心，但我還在系統內。雙引號，網友的另一種解讀，說白了就是沒資格搶了，還包裝成修養。雙引號，真要穩，誰會在意一張貼紙？雙引號，深紫色在那一刻並沒有賦予他權力，而是替他遮住了權力鬆動的痕跡。它不是戰袍，是一塊乾淨的止血布。李沁紫色絲襪不是造型翻車，而是提前切割。李沁沒有出現在那一晚的微博之夜，但他在2025年6月穿過的那條深紫色數條紋絲襪，卻在2026年2月被重新翻了出來。當年的評價幾乎一邊倒，不適合，不清純，造型師審美失控。1年後，評論區的語言體系卻徹底改變。他早就不想被困在玉女人設裡了，這是主動斷捨離。那條紫襪是他自己踹碎殼子的那一腳。女性向內容分析師的評價：李沁的紫色不是為了好看，而是為了告別。他很清楚，一旦市場不再需要清純，這個標籤就會變成反噬。與其被撕，不如自己切。雙引號，紫色在他身上不是浪漫，也不是性感，而是一場小型葬禮。葬掉的是被消費了20年的單一想象。比伯，當你不再解釋，紫色就是免責聲明。2026年2月2日，格萊美，賈斯汀·比伯赤膊登台，穿着一條被罵成內褲的紫色緞面短褲，全球熱搜掛了48小時，罵聲鋪天蓋地，卻有一個問題始終無人回答：罵完之後呢？他沒有道歉，沒有解釋，也沒有參與任何關於得體的討論，因為他已經不在那套評分系統裡了。海外樂評人的評價：那條紫色短褲不是衣服，是免責聲明。意思很簡單，你可以不喜歡，但你不能否認我站在這裡。雙引號，紫色在比伯這裡不是自救，而是拒絕被審判。藍盈瑩，一句藍得發紫，是自嘲，也是反擊。他們說我現在藍得發紫。雙引號，6個字，一條微博。第二天，他穿着水晶紫抹胸裙走上紅毯，配合全網玩這個諧音梗。有人說他終於放下了執念，至少不裝無辜了。他接受了自己不在主流審美中心這件事。也有人毫不留情，過氣就過氣，玩什麼顏色哲學？紫色也就不了事業。但有一點很清楚，
他不再試圖討好正確答案了。為什麼偏偏是2026年的紫色？別再討論黃皮顯不顯白了。Pantone 在2025年底發布的年度色是雲上五白，象徵歸零、乾淨、重啟。可2026年開年的現實是，沒有人敢真正歸零。從茅台棋子生肖9到娛樂圈密集出現的紫色造型，所有人都在用同一種顏色完成不同版本的自我聲明，甚至連棋子本身都因為一個錯別字被戳破了神話。紫色不是護身符，它只是暴露了一個事實：所有人都在試圖體面的撤退，而不是勝利的前進。評論區真正爭論的從來不是顏色，大家表面在吵誰撕了肖戰的座位貼紙，紫色到底高級還是用力過猛，誰在蹭誰的熱度。但真正的潛台詞只有一句：如果有一天你不在牌桌上了，你能不能站得不難看？當紫色變成共识，本身就是危險信號。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個人穿紫色，而是所有人都在用紫色說話。在商業世界裡，一旦某種符號被過度集中使用，它就不再是表達，而是自救模板。品牌策略分析師 C 指出，2026年初的紫色潮流本質是一種去中心化焦慮。頂流不再穩，腰部怕下沉，新人怕沒位置。紫色被選中，是因為它介於權力與邊緣之間，看起來高級，但不鋒利。雙引號，說白了就是不想再爭第一，但也不甘心被歸類為失敗者。這也是為什麼紫色在2026年幾乎從不和勝利綁定，而是和還活着還能轉身至少沒出局綁定。粉圈為什麼對紫色異常寬容？如果換個顏色，比如黑色、紅色、熒光色，輿論會更殘酷。但紫色沒有。一位資深粉圈觀察者的總結非常直白：紫色給粉絲一個緩衝區。它不像白色那樣要求乾淨，也不像紅色那樣要求成功。穿紫色，粉絲可以說這是審美，是藝術，是態度。雙引號。於是你會看到一種很微妙的現象 ：C 位還在不在不重要，數據有沒有壓人不重要，資源是不是下滑也可以先不談，只要那身紫色還站得住，敘事就還能繼續。這不是喜，是托。反對聲音：紫色只是遮羞布嗎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買賬。在另一批評論裡，紫色被罵得很難聽。犀利派網友的原話：把時事包裝成審美，是內娛最擅長的障眼法。雙引號。今天是紫色，明天就會有別的顏色，問題根本沒解決。雙引號。別再用穿搭給資本問題打馬賽克了。雙引號。甚至有媒體評論直接指出，當明星開始頻繁通過造型完成自我解釋，恰恰說明行業的解釋權已經不在他們手裡了。雙引號。這話很重，但不算錯，因為真正的安全感從來不需要顏色來證明。為什麼觀眾會被捲進這場紫色敘事？很多人以為這是明星的事，但評論區真正熱鬧的是普通人。那條黃皮穿紫顯不顯黑的問題，本身就很說明問題。你在問顏色，實際上在問的是：如果我不符合主流標準，我還能不能被接納？2026年的觀眾和舞台上的人一樣，都在經歷同一件事：上升通道變窄，規則模糊，評價體系隨時可能翻臉，所以紫色才會產生共鳴，因為它傳遞的是一句潛台詞：我不完美，但我也不想再道歉了。雙引號。從穿什麼到怎麼退場，這是關鍵轉變。回看這波紫色浪潮，你會發現一個明顯變化：娛樂圈敘事
正在從如何登頂轉向如何下台。肖戰的紫色是我讓位，但不等於我出局。李沁的紫色是我告別舊人設，不等於我沒戲拍。比伯的紫色是我不解釋，不等於我不成立。藍盈瑩的紫色是我不主流，不等於我錯了。這已經不是時尚問題，而是生存策略展示。最後再回到那個問題，那條紫色連衣裙買不買？答案其實早就寫在你心裡。如果你只是想顯白、顯瘦、顯高級，那你根本不會糾結。你糾結，是因為你隱約知道，一旦穿上它，你就默認了一個前提，你不打算再用別人的標準來定義自己，而這件事本身就很嚇人，所以你才會一拖再拖。結語：那條紫色連衣裙，你到底在等什麼？你不是怕顯黑，你是怕穿上它之後被人看出來。你已經不想解釋我配不配了。2026年的紫色不負責讓你變美，它只負責一件事：當你不在中心時，你是否還能站住？肖戰站住了，李沁站住了，比伯連站都懶得站，但他沒倒。藍盈瑩至少沒有躲。至於你，購物車裡的那條紫色連衣裙早就不是衣服了，它是你在等的那個時刻，一個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的時刻。評論區繼續吵吧。紫色本來就不是拿來讓人舒服的。